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有一句话说：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。”有的时候你要讲这个诗词，真是你要身经过忧患，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。叶先生是中国的最后的一个诗词大家，我就希望这部电影不是拍一个仰之弥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状态，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。中国的诗词几千年来，大部分都还是以男性为主。作为一个女性词人，叶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革命性的转捩点。举水月在手，就是拍摄叶先生作为一种诗的女神这样的一个传奇，跟中国的诗词的很紧密的这种关系。我是1924年出生的，初中2年级的时候，北京就沦陷了。他当初在北京的旧居，现在已经不在，被拆了，基本上是孕育了叶先生记忆的种子在那里。从小出生到少女成长，有恋爱，离开北京了，结婚了，然后就开始这花果飘零。我是1948年结的婚嘛。叶先生非常大方的提供了所有我们想知道的这些资料，他的婚姻，以及谈到他自己在台湾遭受的白色恐怖等等的这种打击，在学校教书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，这种苦，透过这个诗词已经被转化成一种五彩斑斓的，很像锦缎一样的，非常女性的一种美。所有的访谈名单90%都是叶先生提供的，我每个人都很兴奋。叶先生周围的这些学生朋友，很多人都是可以跟叶先生唱和，可以写诗词的。谈到叶先生说那种眼中闪烁的这种火花，其实现在想起来有些感伤。有几位采访对象，当时其实已经在癌症的这种末期，在这个影片的正在剪接过程中，都陆续的离世。整个拍摄的其实都环绕的河洛地区，这些都是中国诗词的所谓的起源地。透过那时候的器物、景物、建筑去回溯那时候诗词产生的空间。拍了佛光寺斗拱的非常严密的结构，借这个东西来隐喻律诗啦、绝句等等的这种结构，去让观看电影人多做一些他自己的可能的一些投射想象。今夜狂风撼大城，12月最冷的时候，把叶先生拖到北京的一个电影的录音间，去专门为这个电影呢挑了一些吟诵的诗词。因沧海如能会，便是千秋共此时。吟诵的方式是让诗词有另外一种声音，另外一种音韵节奏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到音乐上面呢？有没有可能回到唐乐？那最接近的就日本的雅乐，所以就找到佐藤聪明，用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，雅乐跟室内乐，然后用 arias 女高音、男中音彼此之间的这种对应对照，产生出更好的诗的声音的美学的表现。装一下小话筒。像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，也开始是非常的抗拒。后来我们辗转的，陆陆续续的就把我们要拍摄的这些构想征求叶先生这样。所以当他答应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战战兢兢的，有点难听，我们等于压榨叶先生，从这个有限的一点时间里面呢，去排出来。
我给叶先生提供，有时候经常会到20几页，有时候都要提前半个月给叶先生，因为叶先生要批改，经常是来上诗词课，要谈苏东坡，要谈辛弃疾，因为会出纰漏，就闹笑话。叶先生还是非常大度的，他就是点你一下，基本上都蛮长的。有时候拍一拍，他会量血压，他不行了，我血压高了，那我们就会提前离场。陈先生原来还以为我戴的是假发，我是真发。我进来头发还少了很多，刚开始都很害怕，很敬畏的。随着时间的这种拍摄的这种进展，慢慢的就接近。当他在谈到诗词的时候，有时候环岛会闪烁一点像小女孩子一样的那一种，一些小动作或一些笑容，那种情境是你觉得就像你的一个情人一样，有那种感觉。谢谢老师啊，谢谢陈先生。是我们从来没有。影片里面很压轴的那位刘炳松女士，我们到了温哥华，快走的前2天，叶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，一定要去采访。临门一脚，环岛把电影最核心的要先点开。很难，这一生很难遇见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觉得叶先生给他的感觉就是存在的感觉。叶先生跟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，它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，就让人渡过诗词的这种大河，到河的彼岸。